大家好，我是大帅，10年资深交易员。今天呢，大帅给所有的朋友们带来一个福利。很多朋友呢订阅了大帅的频道，有问题啊，大帅给大家讲过很多，包括这个布林体系、强力体系，包括大帅自己的体系。很多朋友一直在反复问这个买点卖点，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位置是好的买点，什么位置是好的卖点。那么今天呢，大帅打算把这些东西做成2到3个指标，作为所有订阅大帅朋友的一个福利发给大家，这样就避免大家在交易的过程中不会使用了，并且呢，做成 Trading View 指标，大家知道你自己也可以随时用这个策略测试器来回测胜率怎么样，盈亏比怎么样，赚不赚钱，这样你心里也有一个数。要不然猛地给你一个体系，你也不知道赚不赚钱，对不对？你也肯定不会轻易的使用的。我会既把这个原理讲给你，你也用策略测试器来测一测是不是赚钱的。而且很多朋友知道 OE 的话，最近打开了这个信号交易，例如你把这个 Trading View 的指标做好啊，大帅就是照着信号做的啊，就是买点卖点信号都有，那么你就可以设置好，对吧？多少资金多少合约，手续费等等啊都设置好，然后打开警报器，然后打开警报完以后呢，设置好条件，就像这里，对吧？买单和卖单，空头和多头啊，包括平单都会发信号，然后你再把这个网址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填写到那个 OK 上面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自动用信号交易给你买卖，你自己都不用管啊。当然你得在 OK 上设置好这个你的杠杆比例呀、你的仓位啊，这个就很简单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就不另说了。反正就是可以这一串直接把信号交易打到 OE 去，直接来全自动化的交易啊，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的了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大帅暂时只做了一个框架，还在继续往下做啊。那么在做之前呢，先给大家把这个大的核心理念讲清楚，这样到时候做好更新完以后呢，直接做成一个私人指标，分享给所有订阅大帅频道的人，这样大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包括大帅呢也会持续不断的更新。大帅打算做2到3个啊，现在这个是一个短线的。指标啊，然后等等打算再做一个趋势指标，再做一个波段指标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满足大家在交易中的所有需求了。当然，大帅自己也是在用这个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呢，短线的话虽然只打了一个框架啊，但是基本上的逻辑差不多了啊，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要反复的调，这个时间周期比较长啊。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回测的数据啊。对吧？这个短线的话呢，主要用于什么呢？主要用于加密货币啊，用于这个比特币啊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用到几个周期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主要在短线周期来使用。第一，我们可以用在15分钟周期啊，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结合使用啊。我们可以看到15分钟周期，它的这个胜率65%，盈亏1.55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在30分钟啊，30分钟的胜率72%，盈利因子1.89，还是可以的，而且它只做短线啊。你可以看到全部交易平均持仓 K 线基本上都是3到5根之间。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试一下啊，包括这个1小时也是可以使用的。我们可以看到1小时的胜率也是72.17%，盈利因子是2.782。然后整体的曲线也是持续往上，很完美的然后除此之外呢，2个小时对吧，也是可以使用的啊，胜率72%，盈利因子1.657，包括4个小时对吧，4个小时其实是有点长了啊，但是胜率呢还是可以达到77%，盈利1.425这个都是很好用的啊。然后大家还可以看一下，除了胜率，你还可以看绩效。这个是多空双做啊，你不用担心这个，因为现在是多头行情，空头就没了，多空双做，并且它的利率是比较稳定的。因为我们以现在1小时为例，对吧？净利润在这里啊，多单空单它都会开啊，只是对吧？趋势向上的时候肯定是多单挣得多啊，
然后趋势向下的时候肯定是空单挣得多。它虽然两边都吃，对吧？但是一边作为趋势主线，它的回调幅度比较小啊，另外一边呢作为这个反向趋势，它比较难碰到啊，所以这个是正常的。然后这个属性回测范围大家还可以看到，1个小时是从2023年1月1日到2024年5月16日，对吧？一共是达到了一个1年半的时间线，所以它的回测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不是说只回测这一波。包括这个大家你也可以看这个2个小时、4个小时的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2个小时的啊，对吧？2个小时的也是做多赚的很多，做空就赚的比较少啊。然后曲线的话也是持续往上的，然后回测年龄呢是从2023年1月1日到2024年5月16日，年限也是比较久啊。包括我们可以切成4个小时，4个小时是从2022年1月1日到2024年5月16日2年啊，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稳定的啊。当然我们可以看到4个小时做空是亏的啊，因为最近主要是上涨行情，所以它2年来做空是亏的，但是它做多是赚的，然后整体胜率还把握得住就没问题。然后其实呢，现在还处于没有优化完的地步啊，基本上是整个大的框架打了一下，优化的话还差得有点远啊。优化主要像几个方面啊，大家知道我们优化最重要的几点，对吧？第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交易次数，你不能说这个为了提高胜率，夸优化完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交易次数1年只剩1次了，那完全就失效了啊。所以第一个是交易次数啊，例如平均下来1天你至少得有1次交易吧，对吧？然后你可能这个周期有1次交易，那个周期有1次交易，叠加起来交易次数挺多的啊。其次胜率是比较关键的啊，因为我们作为一种信号交易，或者说你在实际的交易中胜率高了，你就可以更好的调节仓位。我这么说相信很多朋友都理解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胜率高了啊，亏几笔没事，下几笔仓位重一点就完事儿了啊。或者说你可以这个调节仓位，跌下来的时候加一点仓，对吧？涨上去的时候少赚一点，更稳妥都可以。然后其次的话呢，还有这个盈利因子啊，其实现在的话还没有完全调完啊，等一会儿会讲一下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啊，没有完全调完，加上多周期之前，它有的时候它并不会吃完所有的行情啊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平均持仓 K 线啊，这个要优化一下，现在比较短啊，到时候会根据行情来，根据行情的大小。我们可以看看，很多时候它持仓是比较短的啊，例如在这里，对吧？这根线买了，下根线就卖了啊，其实是很短的。包括这边，对吧？都是比较短的一个数量啊，包括这边啊。然后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不设这个信号交易，你设别的，你也可以设成预警，对不对？你给它设置上预警啊，把这个参数调好啊。这个说一下怎么使用吧。对吧？设置预警其实很简单，首先你在你这个指标信号这个位置点击这个设置，这有个类似齿轮状的东西设置，点开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里面设置好你的合约数量啊、初始资金呀等等啊。注意啊，你的这个指标一定要有具体的买卖信号、平仓信号，你设预警才有用。像我这个已经写了平仓信号了，所以它就有预警。对吧？设完以后点击确认，然后再点上方的这个警报，那么它就会把这个刚才你的设置的参数加到警报里啊。因为我现在在点这个警报，对吧？你会发现它这里有条件，什么条件啊？时间什么时间？就是到期时间啊。名称你随便填啊。然后最主要的是消息这里变成这样，就代表成交，包括开单卖单，它都会给你报。对吧？然后你要是要放到O1，你就自己再在这里加一个这个O1的网址就行了啊，这样警报就能传输到那边去啊。当然你自己使用也可以，对吧？你在这个 TradingView 里播放一下声音，自己使用也是没问题的。然后设置完以后，它就像什么样子呢？就像这边一样啊。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我刚才设了几个1分钟级别的，啊，它这里就会有1分钟级别，触发以后它就会在这里，也就是在下面。
给你显示你的这个警报内容，包括你的这个开单、平单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，对吧？然后这一单是 buy 买了啊，然后这个1分钟以后平了啊，对吧？买单卖单全部都有啊，开的买单还是开的卖单，几分钟级别、具体时间你都能看到，然后你加上提示音就能给你提示了。然后说完这么多以后呢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会使用了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警报信息，然后等大帅更新完的时候呢，会分享给大家，也感谢很多朋友订阅大帅的频道，一直支持大帅，很感谢啊。然后我把这个逻辑说一下啊，这样你也了解一下这个短线指标的逻辑。这个短线指标呢，用到几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前面大帅给大家讲过的。不灵线啊，不灵线主要在这个里面用于判断什么呢？用于判断位置的高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到上轨了啊？盈利空间有多少？包括目前的这个强度怎么样？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判断一下当前到底处于超涨、超跌、正常、上涨还是缩口的震荡区间，先对趋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还会在多周期用到不灵线啊，因为不灵线如果不看多周期不是特别好用啊，所以多周期这一块主要也是用在不灵线上啊。这是不灵线，它主要作为一个判断指标啊，在这个体系里并不作为主要的买卖点位啊。然后第二的话呢，主要的买卖点位用什么呢？用前面给大家分享的强力啊，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买卖点位。会具体到指标的一个操作啊，包括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现在买卖点位写完了，但是没写多周期，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特别稳定，对吧？你有15分钟啊，你会发现它不是很稳定，对不对？它也会有回撤啊，然后30分钟啊，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坑啊，对吧？一般我们交易你不能允许你回撤这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这个1个小时啊，所以现在胜率是够的，你可以看到胜率对吧？70%多啊，优化80%附近，大帅觉得完全够使啊，甚至胜率只要能达到70%就够了啊，主要是你得稳定，对吧？你得像这样一样持续往上涨，回撤很小，对吧？这样大家才能放心使用。你不能说像刚才一样，对吧？这个夸的一下回撤啊，就像这个4小时。对吧？虽然你胜率77%啊是很高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像这种连续深度的回撤肯定是没法接受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交易的大忌啊！你要跑模式，你肯定不能允许你夸的一下赚很多，然后2天再给你亏的差不多，你肯定不能接受。你宁可接受它跑得慢一点，对吧？它上涨的慢一点啊，也不能接受这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多周期没有设置好。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小周期反而不容易受这个影响，对吧？因为小周期的话受多周期的影响比较小，就跟你15分钟，基本上多周期就算有啥变化，对不对？你也往往不会那么大的变化啊。但是1小时，1小时也还行吧，对吧？但是这个4小时它肯定就受多周期的变化了，你2根 K 线可能就天差地别了。像15分钟啊、30分钟啊，对吧？包括1小时啊，受的影响都还相对较少啊，相对较少。同时呢，这会儿还没有加止损啊，只加入了一个买入卖出，对吧？其实肯定还要加止损啊。然后除了刚才大帅说的这2个之外呢，还掺杂了一些别的，就是大帅对于体系的了解，对吧？你有这个江恩啊，以及这个 RSI，对吧？它俩分别用来判断不同的信息啊，江恩的话呢，主要用来判断强度啊 ，RSI 呢用来判断一个大概的框架啊，对买点来说起一定的这个判断帮助的依据。那么主要的话呢，就是大帅刚才给大家说的这4款啊，当然成交量这些肯定基本有的都会有。到时候大帅编写完了呢，就可以发给所有订阅了的朋友们，到时候你们自己打开这个策略测试器，你们自己来测。对吧？因为一个东西我给你们讲了，但是你们自己没测过，不知道它的胜率怎么样，盈亏因子怎么样，对吧？
把它每一笔买卖清单你看一看，我觉得你就会对这个更了解了，你使用起来也更放心了，对吧？毕竟这个每个人的本金还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儿啊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一直订阅大帅的频道。如果你对这个指标有什么看法或者见解呢，也可以写在下面。包括如果你对交易体系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面打出，大帅会回复大家的一个疑问的。因为等等大帅还要写2个指标，一个波段啊，包括这个一个这个趋势啊。当然这个的话呢看情况吧，如果写的相对稳定了，我就会先发给一些这个一直支持大帅的朋友啊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先测试测试啊，然后等最终版完成以后呢，就发给所有订阅了大帅的朋友们。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，并且大帅会持续更新优化，因为大帅自己也在使用啊。然后主要的话呢，肯定就是加密货币、美股啊，然后期货的话基本上都可以，对吧？加密货币和期货其实差不多啊。当然这个到时候我会测试的，如果有不同的话，我就根据单独的品种专门调几个参数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今天大帅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的订阅支持，很感谢。